大家好，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，我回来了。过了今天晚上，我就解除隔离了。疫情延续了那么久，不少医院的社工沦陷又复活。去年台北某医学中心曾经全院的社工沦陷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上班。全院找不到一个社工师，因为全部的社工师都被隔离了。大家喊着医护加油的同时，其他的医疗人员不见了吗？经过前面的大风大浪之后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谈疫情下我的医务社工心情。我们开始吧。喜欢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从疫情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一定会得到 COVID-19 这个疾病，因为我觉得我平时防疫消毒工作做得还不错，没想到我还是中了奖，生病了。在疫情期间，有好几次与确诊者擦肩而过，在同样密闭的空间里面，曾经有2-3次跟确诊者在一起，其中有一位还是一个 TB 的患者，都是在密闭空间里近距离的接触，因为工作的需要跟个案比较近的距离，不然我通常都是站在遥远的床尾。不过在密闭空间近距离接触，都是有戴着口罩，也确实落实洗手的工作，因此没有得到疾病。经过上述擦肩而过的确诊者，经过了许多的疫情当中的大风大浪，我心里觉得我应该是天选之人，要中奖似乎对我自己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没想到我还是中奖了。生病的前2周，我去内科病房看一个视障加上截肢的一个病人，他一个人住在医院里面，是之前在加护病房有曾经会诊我的一个病人，因为家人没办法来医院照顾他，离开了加护病房，他就一个人单独在外科病房。如果我到普通病房会诊或巡访的时候，我通常都会找时间特别去关心他，跟他聊一聊。在当周礼拜5，我例行去巡访，但是他的病房房门是关上的。我敲敲了门，推开病房的房门，这时候阿长把我轰了出来，要我在外面等。后来阿长出来告诉我说，病房里面我的个案确诊了，所以他要被隔离。我想，天哪，一个看不见的人又全卧床，哪里也没办法去，但是他居然在医院里面确诊了。那是谁传染给他的呢？那会不会我也被传染了？我心里想，该不会这几天跟他近距离的会谈，我也中了奖吧？这次会不会又擦肩而过呢？其实我心里是非常担心、恐惧的。其实我这次中奖不是因为我的个案中了奖，我被他感染，而是我太太办公室有同事不舒服，就在办公室使用家用快筛，结果2条线阳性，而我太太可能就在办公室因为同事的关系而被感染。接下来我们全家就去北部旅游，旅游回来，我太太也觉得身体有一些不舒服，越来越厉害。因为休长假要上班前，基本上我们会自己做自主快筛的部分，我太太结果就中奖。当时因为我隔天也要上班，所以也做了一个自主快筛，结果是阴性。目前按医院的防疫规定，如果同住者有打过3剂以上的疫苗，如果他中奖了，那我就要自主管理7天，确诊那天要筛一次，每隔1天都要做一次快筛，阴性的就可以上班，如果是阳性的就不可以上班。所以我太太上周2确诊之后，我还上了周3、
周4 2天的班，礼拜4还值医院的急诊。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不舒服，一直咳嗽、发冷，因为我们办公室的温度只有20度左右，所以不知道那个冷是冷气的冷还是因为我发烧造成的冷，但是回家一直都在咳嗽，接着晚上就开始发烧，发烧的时候在家里也做一次快筛，结果是阴性。到了隔天发现晚上做的快筛有淡淡的第2条线出现了，所以礼拜5的早上因为实在发烧烧得太厉害了，而且又咳嗽，所以就再做一次家用快筛，结果就中奖了。目前医院的防疫，如果中奖的话，那如果有症状的话，就需要在家里隔离0+7天，也就是确诊那天是第0天。隔天开始算7天需要在家里，第8天才可以上班。第8天的时候要做一次快筛，如果快筛是阳性，那还是得要上班，不过就是要全程戴 N95 口罩。当我中奖之后，我就觉得我办公室已经剩下4个社工师，另外2个包含我都中奖，另外2个还没有中奖。其实面对于现在医疗社工人力短缺的状况下，我又要休了8天的假，这8天假还不能不放。我们医院办公室的社工就从4个人变成3个人。这3个人不能公出，不能洽公，也不可以请假，因为当3个人有1个人不在，另外有1个人如果有门诊的话，那只剩下1个人可以负责全院的所有社工的业务工作，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很辛苦，非常可怜。之前有同事确诊，有同事休假，还有我的同事去外访。曾经在医院最忙的时段，全院只剩下我1个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压力真的很大，只要短短的2个小时，就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一样。全院上上下下到处跑，没有人可以帮你。你一个 case 处理完了，马上接下一个 case 要做处理。所以我休假的时候，真的对我的同事觉得，真是辛苦啊。在医院的社工生病，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分流一下会比较好。以上跟大家谈了一下我生病这几天的一些心路历程跟发病的状况，虽然很想祝福大家平安无事，但是有一点不切实际。希望大家早日能够有抵抗力，大家脱离口罩的日子就不远了。是大家可以脱离口罩的日子，但是在医院工作的人仍然要戴口罩，是无法脱离口罩的日子。我们下一次见。